朋友们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呢是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现状，房地产的一些数据啊，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现状的房地产呢是个什么情况。那第二部分呢，我们来探讨一下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房住不炒啊，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理预期的游戏？那这个心理预期的反馈循环呢，又是如何拉长了中国房地产泡沫维持的时间？又是如何让那么多人抱着侥幸心理，而去乐此不疲的去参与这个投机的盛宴呢？那好，我们先来看几个数据。那我们先来看看最近的地方政府卖地的成果如何。那这个是截止到今年6月23号，全国各地卖地城市前50名的排行榜。那我们来看看前几名呢都有哪些城市。那杭州呢是排在第一啊，大家可以看到土地出让金呢是1471亿啊。杭州这些年可以说在卖地方面呢是一骑绝尘啊，一枝独秀，常年呢排在第一名。那接下来呢是上海、北京和广州。这4个城市上半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呢，都在1000亿这个量级上啊，可以说是斩获颇丰。那后面呢，看到还有这个南京、佛山、苏州、成都、福州、温州这些城市啊，土地出让金收入呢，基本都在500亿以上的这个量级。那而且基本上相比去年呢，都是大幅增长。那我们再来看几个不如意的啊，有武汉呢下降了42.4%，天津呢下降了48%，宁波下降了45%啊，济南和昆明的下滑呢尤其严重。那土地出让金的下滑幅度，这2个城市都在66%的这个水平。那我们整体来讲呢，整体来看呢，全国卖地最多的50大城市啊，合计的卖地金额是高达1.71万亿啊，同比上年呢是上涨了12%。那我们再简单看一下这几个月的土地溢价率啊，可以看到每周呢几乎都在上涨啊。那我之前讲过，就地方政府啊、开发商、银行啊是利益共同体啊，都是自家人。那土地卖的贵点呢，可以说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对地产商来说呢，土地拍的越高啊，给未来的这个买房人的心理焦虑啊，带来的这种心理焦虑就越大啊。可以看到，就是让人感觉面粉这么贵，那面包呢又要涨价了。那对银行来说呢，反正这个钱呢给开发商相对来说啊是最安心的啊，尤其是给大的开发商，那因为有土地抵押，那多放一点贷款呢就可以多收一些利息。那对地方政府来说呢，那就是更是乐开怀了。那土地收入啊，这么大的土地收入啊，可以很好的弥补这个上半年的财政收支的压力。那上半年的财政收支压力大家知道是缺口非常大啊，1到5月份的财政收入呢同比下降13.6%，支出呢下降2.9%啊。土地如果再不多卖点钱的话，那地方政府的日子就非常难过。那可以看到上半年财政收支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呢，土地出让金确实填补了不少的缺口。那好，这是第一个数据啊，全国50城卖地收入的一个大比拼。那可以看到土拍市场呢是非常的火爆啊，非常的火爆，给经济数据就是尤其是全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这个数据带来了极大的一个提振。那房地产开发投资呢是包含了土地购置费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反弹的增速可以说是非常快，从负的16.3%4个月就反弹到负的0.3%，几乎可以说和去年持平。那再看商品房方面的这个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的情况就可以看到它没有房地产开发投资这个数据有韧性和强劲它的下跌比房地产开发投资猛恢复的呢也没有恢复到这个和去年持平的状态。那接着呢，我们再看一下最近的这个重点城市新房的库存怎么样？那可以看到这个库存量和这个库存的消化周期又快回到15年涨价去库存前的那个情况可以看到它在缓慢的上涨，这个库存量呢又在堆积。那当年的这个15年去库存可以说是费了相当大的劲儿又是放开限购，又是降低首付，又是放开二胎还有3、4线城市的这个棚改货币化，可以说是所有的政策全部都一股脑上去。那结果这些年的地产商又盖了这个房子盖得太嗨了又盖得越来越多，这个库存呢慢慢又回来了。那整个房地产的格局呢又快回到15年前后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有点像上次我跟大家讲的这个 PPI 的这个数据这个又有点像回到15年的当时一个状态。当时我不跟大家讲过，这个15年整个这个 PPI 的数据一直在负的4%到5%持续了将近1年的时间。整个这个传统产业的这个压力非常大，全行业很多的行业都在全行业的亏损。那这次房地产的格局呢，到了今天呢尤其是到了下半年我感觉又跟回到15年前后那个状态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一次呢，就不知道会不会又还能有什么政策能够大力出奇迹再来一个涨价去库存，把这个新房的库存呢再压下去。那既然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年涨价去库存这个神器这个核心的一个神器就是居民新增贷款大家看这张图，那这个呢是观察中国房地产走势最核心的一个指标
也就是看老百姓这个贷款扛顶啊，这个透支未来的这种韧性和能力。那我把历年的居民贷款数据拉出来啊，这里面的居民贷款呢，它包含了买房的按揭的这种中长期贷款，也包含了信用卡透支啊之类的短期贷款。那中国的很多居民呢，大家知道他喜欢用这个短期贷款来凑首付啊，包括把信用卡套现以后啊去凑一个首付，或者是临时调剂一下去偿还这个按揭贷款，反正就是先啊这个调剂一下这个现金流。那所以我就把居民新增贷款呢，这个长短期啊、长中短期都放在一起了啊，可以看到2009年呢是个突变年，在2009年以前呢，总体上来讲，居民新增贷款这块呢是非常温和啊，老百姓买房呢可以说是按部就班啊，也没必要急着上车。可是09年以后呢，事情就不一样了啊，老百姓可以说是毛了，突然毛了，被刺激到了啊，居民贷款是腾空而起，从此一路飞奔。你看这个柱形图啊，是不是有点像这个股市指标里面的这个量能指标啊？就是量在价先，量升价涨，这个量缩价跌啊。实际上这个中国房价呢还真是这样走的。那08年以来呢，基本是有2大波行情啊，一小波行情。那2大波行情呢，第一波就是09-10年那一大波啊，可以看到这个居民贷款余额啊，可以说是腾空而起。那第二波呢是15年以后这一大波啊，可以看到居民贷款新增呢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啊，从15年之前呢每年新增3万亿的这个水平啊，上升到每年7万亿的水平。那这2大1小里面呢，一小波行情呢，就是13年的一小波啊，大家在这个新增贷款上也能看出来，13年呢有一个小幅的增长。那居民贷款新增当时上了一个小的这个上升幅度，其余的年份呢啊，你像11年、12年还有14年，居民新增贷款呢基本上都是小跌或者微跌啊。那房价在那些年份呢，基本也是一个小跌或者微跌的状态。那好，问题来了，那我们啊这个目前就是未来还会迎接新一波的这个房价上涨吗？啊，会不会有新的一波的这个房价上涨？很多人都很担心啊，很多人都问我这方面的问题。我看有些后台留言啊，该不该买房啊？啊，这个怎么样买啊？啊，很焦灼，很焦虑啊，担心呢又回到15年那种状态，再来一波涨价去库存。那关键呢，其实就是要看这个指标啊，就是这个居民新增贷款余额啊，居民的每年的新增贷款能不能再上一个台阶啊？能不能再上到比如10万亿这个体量的水平啊？现在是每年7万亿、8万亿这个水平，能不能再上水平啊？也就是说，居民扛顶的这个能力还能不能再上一个层次啊？能不能再上一层楼？那这个之前人们老说6个钱包，消耗6个钱包啊去买房或者怎么样，这6个钱包还有没有这种实力啊？6个钱包能不能再凑一点钱出来啊？或者你反过来说，就是如果居民新增贷款呢，如果不能维持在7万亿这个水平啊，比如说7万亿这个水平，它后面到明年或者下半年可能达不到啊，下降到5万亿或者6万亿这个水平，那房价会不会下跌呢？啊，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反过来去思考，掂量啊。那现在每年7万亿的这个新增贷款的这个水平呢，是可以维持这个房价相对一个稳定的一个水平的啊。但如果后面7万亿这个水平达不到啊，或者有所下降啊，那就要掂量能不能啊这么大的体量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够维持这个房地产的平稳。那顺便呢，再告诉大家一个数据啊，就是2019年呢，中国房地产的销售的体量呢是16万亿人民币啊，是再创新高。那好，我们来看第3个数据。这个数据呢是中金证券研究所的关于这个中国人口收入的一个金字塔的一个分层啊，可以看到大量的人呢是处于中低收入阶层，每月6868元的收入以下呢都算中低收入人群啊，在它这个里面的划分。那越往上呢是越陡峭，可以看到金融行业和 IT 行业呢是行业中的翘楚啊，平均工资呢在1万元以上。那如果有幸身处这2个行业中的顶尖的公司啊，那基本呢就是打工族里面的佼佼者。所以你看到图上面呢，它列举了华为、腾讯、阿里、百度这些 IT 公司啊。其实，在金融行业里面的这个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基金这里面的头部公司呢，收入跟他们也差不多啊，也是很高。所以说，从打工角度讲呢，大体上呢，就这2个行业的人的收入是比较高的啊。那再往上看呢，这个招商银行账户里面日均资产达到50万存款的排名呢，人呢也是比较靠前的啊。这个当前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梦幻游戏呢可以说这个中低收入人群就是想都不用想了啊，可以说有些人买房子这辈子他都不去有这个念想了，或者说也不可能了。对于他们来说呢15年之后涨完这一波以后，可以说就是太贵了。那最顶层的那部分人呢最塔尖的那部分人呢他们呢其实基本就10来8套的都有了，而且国内国外可能都有配置了
那再买呢也没什么意思啊。就像这个曹德旺的这个采访，你们也可以看到啊，他说的也是很实在的，是吧？有钱人的房子手里面都很多了，你这个卖给谁呢？对吧？手里面他是不缺这个东西的，资产的配置他已经做足了。那所以基本上中国的现在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玩家的格局呢，基本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在那边玩啊，要么就是忙着上车的，要么就是忙着置换的。那由于这些年房价的不断上涨呢，啊，能在这里面游戏里面玩的这个玩家是越来越少啊，那可以说是塔尖的不屑玩啊，塔底的玩不起啊，所以基本就是这个中间的那部分人在玩。其实我看到这个中金的收入的人口结构图啊，我就想到了这个社会里面的这种3种结构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就是这个纺锤形、金字塔形和倒钉字形。那大家知道，一个稳定的、和谐的、理想的社会结构呢，是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啊，是两头小，中间大。那庞大的中间阶层啊，也就是中产阶级啊，可以说是可以稳定的整个社会。那这个呢是最理想的结构。那富裕阶层呢占10%到15%啊，中间阶层占60%-70%啊，劳工阶层呢占个10%到15%，社会的最底层呢啊在10%以下。但是现在各国呢可以说几乎应该都没有这么理想的结构了啊。随着这么多年的这个货币刺激啊、货币放水啊，尤其08年以后，随着这个两极分化的加重和严重啊，所以这种结构呢，我想是目前全球应该都比较难见了啊，即使在发达国家。那也不知道未来呢会不会再恢复到这种有这种纺锤型结构。那回到中国呢，我们就回到这个中金的这个人口收入的这个结构图啊，可以看出来中国呢是个金字塔结构，对吧？而且有迈向这个丁字形倒丁字形结构的趋势。那看中金的这个图呢，你就感觉中国的中产阶级非常瘦弱啊，可以说瘦的像个柴火罐一样啊，太瘦了，一不小心呢就有可能沦落到底层。你如果买个理财产品爆雷了啊，或者买个房子变身房奴了啊，或者是这个房价下跌了，或者是收入下降了之类的，一不小心呢，你就可能会沉沦到这个下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房住不炒啊，进而说一说这个新房摇号啊，还有这个人才引进政策啊。那什么叫房住不炒啊？这个心理预期游戏是怎么玩的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房住不炒呢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那房住不炒最早呢是在2016年末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那原话呢，他说的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之后呢，被媒体总结为房住不炒。那以后中央地方不管是大会小会，凡是提到这个房地产调控呢，基本都会谈这个房住不炒。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呢，这个话在16年提出来以后呢，可以说丝毫没有影响一浪又一浪的房价上涨。那从最早的2015年的那一波的深圳这个领头羊的上涨到2016年北京、上海其他一线城市的接力再到2017年以后的2、3、4线城市的全面开花全面开爆，就可以说是丝毫没有阻挡这个房价大涨的浩浩荡荡的趋势。那其实所谓的房住不炒呢，早就被各个地方政府的人才引进这种落户政策给突破了所以房住不炒呢，它也不是真的想控制房价这个大家我相信也都明白。那打响第一炮的这个人才引进政策，大家应该还记得像西安不知道西安当时这个非常有意思，有一幅图我记得就是当时警察呢到大街上去拉人这个只要是本科生还是只要是专科生我忘了，就是全部都可以落户这个当时非常经典。这个西安的人才引进政策是非常激进的也是打了头炮的。那后面呢，各地都纷纷反应过来以后，想明白这个房住不炒呢，也不其实就是用来突破的这个政策用来抢接盘侠的，所以纷纷呢就各地都开始出这个人才引进政策。那后面杭州南京就包括深圳各地都出来这种人才引进政策2线、3线全面开花，那鼓励年轻人落户购房。那说起这个呢，也比较搞笑中国70年来的这个户籍政策迟迟的没有放开我在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政策很没意思就比较扯，对吧？这个还把人分3、6、9等。那我想我长大以后这个再过10年、20年我心想早应该取消了吧但是没想到这个户籍政策一直也没有取消。那直到这个为了吸引接盘侠搞这个人才引进，才把这个户籍政策给打破了。所以说真是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那这些人才引进政策的推出呢，其实是变相的打破了这个房地产的限购政策的限制当前基本是除了最难落户的这个北京和上海这2个城市以外其他城市的落户政策呢，基本都大大放松包括深圳、广州这些城市的落户政策呢，比前些年都宽松了很多。所以人才引进政策呢，可以说是顺利的突破了中央的房住不炒的这个号召大家呢可以说是各得其所
那还有呢，就是火爆了这几年的这个买房摇号。那这个政策呢，这个东西其实跟股票市场的打新啊玩的打新是一个游戏。那可以让这个1、2级市场呢产生差价啊，给你一种买到即赚到的感觉，而且也可以很好的维持和烘托啊这个房地产的热络的氛围。那股市的发行价格大家知道，现在是被行政管制的啊，就是23倍的这个左右的市盈率啊，不管你是什么行业的，基本就是23倍，按这个价格去发。那所有的股票一上市呢，基本都是连续涨停啊，打新呢就变成了一种无风险的套利。那摇号买房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摇号的这个新房呢，一般比这个二手房的差价便宜个15%到20%啊，有这种巨大的差价呢，那就会强化这种买到即赚到的信念啊。但是房地产跟股市呢，它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啊，在流动性的问题啊。新房买到以后呢，能不能迅速的这个顺利的出手卖出啊，这个还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房住不炒呢，和新房摇号一样啊，它玩的都是信心和预期的这种心理游戏。那房住不炒呢，还有这种限购措施呢，摆在那边呢有2个好处啊。第一呢是面子上维持了这种对老百姓的承诺啊，房住不炒。那第二呢是另一方面，就是更重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给你一种房价还能继续上涨的预期啊。因为很多人的心里都是这样的啊，房价尤其是1线城市的这个房地产，因为还没有完全放开限购，对吧？大家就会想，如果放开限购的话，房价肯定会涨啊，因为现在政府还在压着，很多人就会这样去想。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房住不炒和限购措施如果放在那边呢，它非但不是用来遏制房价上涨的预期，那反而很好的塑造了和烘托了啊房价还有继续上涨空间的这种预期。所以这个呢就可以尽量的把房价永远涨啊这种预期去拉长，把房地产的成交量呢尽量维持在一个高的平台上啊，不至于因为老百姓预期的这种坍塌或者这种信心的下降啊，导致这个房地产的成交迅速进入冰点。那房地产呢，大家知道啊，它就是个买涨不买跌的市场，跟股市一样啊。那维持预期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预期能维持多久啊就维持多久啊，这个对站在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啊或者地方政府角度啊，那是最有利的啊。那想想很多地产商呢也很有意思啊，像万达啊，很早呢就退出了住宅市场啊。我记得17年的时候，这个万达的董事长王健林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他说中国房地产泡沫啊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泡沫啊。大家可以在这个Google 上去 search 一下啊，应该还有那段话，或者在 YouTube 上去 search 一下，应该有的。那还有就是像万科呢，19年的时候啊，去年很有意思的，他提出这个活下去啊。我记得当时是郁亮参加完那个50人论坛啊，就是中国每年好像是有一个50人的专家50人的论坛，那这个50人论坛呢里面都是一些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家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政策制定者，包括也会参与其中啊，包括去年像这个易纲啊，他们都会参与。那当时这个郁亮参加完这个50人论坛以后啊，我估计是可能有些经济学家跟他爆了什么料或者说了什么话啊，这个导致他一回去以后马上就是提出了一个活下去。当时的整个市场都很震惊，说怎么突然万科喊这个活下去啊？结果这个过了半年1年以后发现，哎，非但活得很好，活下去了，而且还活出了历史上最好的销售额啊！19年的万科的销售额呢，全年是6308亿啊，是再创历史新高啊，6000多亿啊！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量和规模？很多行业啊，一年的销售额一个行业都没有这么多。所以啊，大家都觉得当时这个万科董事长郁亮啊，是在这个自导自演啊，吓唬同行啊，好自己多买点地皮。那好，那个房住不炒啊和限购政策走到今天啊，说到底呢，已经玩的就是一个心理预期游戏啊，可以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那开发商、地方政府和银行啊，作为利益同盟的大庄家啊，购房者呢作为对手方，那大家的心理呢都非常微妙啊，尤其是这个时候。那未来呢，我可以断言啊，房住不炒和这个房地产明面上的限购政策呢，永远都不会退出啊，直到房地产这艘巨轮啊撞上时代的冰山。那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啊，大家顺手点赞、转发、订阅，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